今天说书的内容是史上第一位引领潮流的女谋士。引领潮流哦，感觉很酷哎，很 fashion 啊。她呢是唐朝人哦，这么之前就引领潮流。她叫做上官婉儿，这名字听起来呢温柔婉约，可是呢她是一个书香世家。她的阿公是唐朝最有名的一位尚书，叫做上官仪。上官仪是李治对不起，要抓痒。上官仪是李治的尚书，所以也就是说，李治他如果要立任何的诏书，他就会需要上官仪替他起草。但其实一开始上官仪不是这个官，因为当时最强大的女皇帝武则天，武则天替李治掌管朝中所有权力、军事、内政，所以那时候拟诏的人都是武则天。结果呢，小两口子嘛，在一起总是偶尔会吵架。就算李治有多么的疼爱武则天，疼爱，就有一天两个人吵架的时候，他就大喊说：“我要把你废了！”武则天就说：“你废啊，你废啊，你敢废你就废啊！你要是没有我媚娘，你知道打仗需要多少兵马、多少粮食，需要什么样的将军，要派谁去，该由谁当补给。”李治就被骂啥？不知道呢。媚娘，别生气啊。媚娘，不要生气啦！刚刚呢，只是小小误会哦，这还差不多哈。结果呢，两个又好阵子了，又吵架啦，又吵了，吵什么？这时候吵架的原因是因为呢，媚娘自己擅自把李治后宫萧淑妃的爱猫杀掉了。关于萧淑妃的故事，咱们下一集再额外从李治这个人来讲哈，因为那时候李治在没有武则天之前，最讨厌的人就是萧淑妃，然后武则天的管理跟掌控就开始渐渐的把萧淑妃的气势打压了，然后很多事情都擅自做主张，甚至还先斩后奏了。这一次呢，李治又生气的原因就是因为萧淑妃去跟李治哭诉，李治又觉得我是一个大男人，我要替我的女人说话。他遇到了武则天，媚娘。这一次吵架之后呢，他又再说一次：“你废啊，你废啊！我就不相信你真的敢废我！”哇，可是不得了了，这一次李治真的狠下心要废了武则天。武则天那时候还不晓得，但是因为她非常聪明，她早就已经在她当皇后的时候就收买很多朝内的宦官奴隶呀，所以很多人会替她通风报信。这时候李治就很生气，他就说：“我真的就要废了你！”但是废了要先起草诏书，他就先找当时的中书令去帮他起草。可是中书令说：“你起草的内容是要废武则天，我生病了啊，皇帝不好意思哈，我生病，我在家里，我没有办法上朝啊，很害怕。”好吧，他又找了另外一个尚书令，尚书令说 ：“OK 啊，皇帝你要写什么？我要废了武则天。皇帝，我家里还有事，我先走了。”所以呢，死的死，逃的逃呢，没有想到最后找到了上官仪。那上官仪这个人为人就是忠，不跟任何人政治斗争，他也是很温文儒雅的，因为他就是一个书香世家，他的才华非常的高，他全家人的才华也都很高，很会念书，富有诗书气质化。结果呢，他找上官仪之后，上官仪也并没有在乎任何的权势权位跟任何的政治斗争，他就是认为我现在最高的统治者就是皇帝，皇帝叫我起草诏书我就起草啊。他并不会为了说想要依附武则天，为了巴结他、攀附他，或者是害怕恐惧他而不起草诏书，他也没有任何疑问，他就和李治偷偷的在御书房中开始起草，写完就差盖那一颗皇帝玉玺了。武则天突然从门进来了，吓死了！原来就是因为李治的贴身小宦官偷偷跑去跟他通风报信，说：“快点，你老公要废了你啊！”李治，你居然真的敢废我！李治就下一个居然在龙椅上脚还缩起来。媚娘发抖，就是很像妻管严啊，被老虎抓到这样。然后上官仪就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皇帝怎么会像一个小孩子，他就知道自己完蛋了。因为他不知道皇帝原来怕他怕到这个地步。毕竟上朝的时候，武则天都是在后面垂帘听政，然后让李治知道怎么回答这些朝臣。所以李治表面上的人设看起来都是非常棒的君王，其实那个人设都是武则天替他所设的。他当时第一次看到了这个李治，居然像个小孩子一样躲在这个龙椅上面，然后双脚还卷曲，心里发生恐惧，然后一直媚娘，不是我要废你，是他，是上官仪写的，不是我。然后上官仪的毛笔就喷掉了。武媚娘她其实很喜欢上官仪，因为她知道他好有才华。武则天非常喜欢有才华的人，所以她对有才华的人都非常欣赏，非常珍惜。她是一个非常惜才的女生，所以才是当君王的料嘛。她不会像李治就说就是你这样推卸责任。对，但是因为废后这件事情太大了，大家都知道诏书也拟了，你怎么办？总不能说是李治一下要废一下不废吧？所以国君没有办法朝令夕改，
改，他就只好说是上官仪做的。那上官仪哑口无言，就一直看着李治跟武则天怎么办。武则天那时候就忍住了自己的情绪，他就转头看了上官仪，你到狱吏报道吧。不得已，那时候李治完全就只是躲在武则天后面，一直看着武则天，而不是看上官仪。不要，我没弄你，我没弄你这样。武则天是怎么办？他那时候想要在短时间内找出方法，看能不能让这件事平息掉，不要动到上官仪，不要动到李治这样。可是因为不能朝令夕改，他就只好拿上官仪当替死鬼了，也没有抓他，也没有下令动他，就只是叫他先去报道。你也知道，伪造或者是怂恿皇帝起造，死罪就算了，灭门的。那上官仪也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死，史书上是说他没有怪罪武则天，其实心里知道自己为什么，是因为那个无能的皇帝。但是呢，你要说那是无能的皇帝，可是你也不是皇帝，所以这很争议哈，咱们就不讨论。他就到牢狱报道之后，全家人都知道死定了。当时的上官仪他有个儿子叫上官庭芝，上官庭芝的女儿就叫做上官婉儿，所以上官仪就是上官婉儿的阿公。然后呢，上官庭芝的老婆郑氏带着上官婉儿偷跑，其他都灭了。郑氏呢就很低调的偷偷带着上官婉儿进到掖庭，当时的掖庭就是服役的宫女工人所在的地方。好，随着时间的推移之后，婉儿小小的开始慢慢长大了。她居然在7、8岁的时候就把所有的诗经这些文学倒背如流，遗传了家族血缘，非常的有书香气息。这个事情开始慢慢传开了。那时候只有知道说掖庭有一个小宫女，她满腹经文，然后非常的有才华，传着传到了武则天的耳里。我跟你讲过，她非常喜欢有才华的人，不管男生女生。她当时只单纯知道这件事情，还没有非常的在意。结果传着，武则天就说：“我想见见这个上官婉儿。”上官婉儿在12岁的时候进宫，第一次见到了武则天，她就考了一个非常艰难题目，哇，倒背如流，而且是秒答呀！武则天就哇，眼睛都亮了，好喜欢婉儿啊！而且她做事情很伶俐，这个口才又非常的好，然后又这么的聪明乖巧，对，她就决定了免去杂役奴仆，甚至连妈妈也免去。那武则天知道那个上官知道了他那时候就太爱婉儿，之后才知道这件事情，去调查。对，然后他就把他们之前因为获罪而被贬还是被杀的这些罪免去，只让上官的后人开始慢慢的恢复原本的，妈妈呢也恢复了高命夫人像这一类的官职。上官婉儿那时候才知道，他的阿公就是武则天杀的，他心里就一直想着一件事：我一定要报仇。武则天其实知道，他如果知道了，肯定会报仇，但是我就这么喜欢他，那怎么办？任命了上官婉儿为才人。在唐朝来说，其实这么才人啊、昭仪啊，就是后宫。那为什么武则天要命他为才人呢？就是当时武则天为皇帝的女官那他当时没有设立全新的制度为女官的名称，所以就一样以后宫的命名。对，因为一样有1品、2品、3品，这就有官阶之分，所以他就先命他为才人，而后命他为尚书。哇，尚书不就跟他爷爷一样了吗？是很高的官啊。尚书是干什么用的？专门掌管玉玺用的。武则天常就会说：“婉儿啊，起诏。”然后拿那个印盖，反正全部就是女版的这样。所以大事由武则天决定，小事是由她决定，算是第2个皇帝了。然后她手上又有玉玺，武则天要立神还是要有她的玉玺，也都是由她起草。古代来说呢，如果常常都是你在起草，那个字迹会只有认一个人的。对，那认的那个人的，从哪个时期到哪个时期的，那都没有办法伪造，然后还会被史书给记载。武则天就非常非常重用他，重用到这个地步，那他是不是亲权朝野了？对啊，上官婉儿呢，那时候也需要自己的力量，就因为这样呢，开始有人巴结他啦。谈关系呀，想跟他在一起。好，这个人第一个人是谁呢？太平公主。好，因为太平就是想当皇太女，想要继承妈妈的皇位，那她只好把妈妈旁边的人关系先打好。好，这个情况下，太平公主就攀上了。太平公主为了想要示好于上官婉儿，她居然把自己的亲人送给她，介绍给她。这个人叫崔实，成为了上官婉儿的情夫。好，这时候武则天也没有关系，她不在意，毕竟她自己的男宠更多嘛。我说为什么引领潮流了？来了，上官婉儿长到15、16岁的时候，哇，出落的实在是超级大美女啊，落落大方。武则天开始渐渐老去了，因为她知道50几岁她才要当皇帝嘛，她就开始看上官婉儿越来越吃味。婉儿啊，你可知道朕以前比你更漂亮啊？就来了啊！那婉儿就说：“陛下，你的美貌是从以前到现在都一样漂亮的啊！你真会说话。”好，有一天呢，武则天在宠幸她的2个男宠，叫做张
张昌宗和张易之两兄弟很帅啊，美男子啊哈。关于张昌宗和张易之的故事，你可以在尾后听到。那这两个男宠实在太漂亮了。有一次他们在服侍武则天，给他按摩啊，给他水脚的时候啊，这个张昌宗跟张易之两兄弟啊，就看到旁边这个妹子。更年轻，更美丽，真是为之一亮啊！在长时间的状况来服侍武则天，长时间和这个上官婉儿眉来眼去啊，咱们揪一下，咱们爱心一个。咱们加个泡面就开始了。上官婉儿也是年轻嘛，美少男对自己这么有意思，那自己也会有小心动嘛。两个人开始越来越明显。史书上是记载“通”这个字，通到底是私通还是只是单纯的交通？好，你们慢慢去想。通了，被武则天发现，一怒之下拿了桌上的东西从婉儿的头上砸下去，导致婉儿这边破相。他就是要让她破相，因为她太美了。武则天越看越严啊，哈。这上官婉儿厉害了，破了，人家还以为这样应该一辈子就丑了，没有，更厉害了。他的伤疤一好，自己拿了笔画了焦梨妆，这额上刻，史书写刺，应该还没有刺青史，刺青点妆吧？刺了一朵梨花，这样的面貌姣好，俗称焦梨妆。哦，根本纪念，为什么？所有的王公命妇全部都上焦梨妆了，是不是引领潮流啦？其实一开始在商包复原要时间嘛，对，那时候还没有办法上焦梨妆，他做了一件事，做了刘海把额头挡起来。哇，王公命妇们全部都有刘海了。在那个时候也是一样是秃额头吗？对，所以刘海和焦梨妆的由来就是由上官婉儿所发明的，她就是引领潮流，非常时尚。她不管做了什么就是美，她不管自己怎么做装扮、打扮、搭配就是美。除了她本人美，那每一个人怎么看就怎么喜欢。然后太平公主这么巴结，张昌宗、张易之也这么爱。在这个状况，武则天应该是有权利干脆就把婉儿杀掉的。对啊，气死啊！怎么那么漂亮？跟我的男宠都通，那我应该要杀你啦！居然没有杀他，他还是把他留下来了。你留下我，你就不要后悔。武则天越来越老，开始要进汤药的时候，上官婉儿还偷偷的在他的药里下药，要毒死他。下了药之后，到了他面前，武则天这样拿的时候，又说了一句话：“婉儿啊，你看咱们现在这个年纪，是不是就是只能在宫里困一辈子，看着这个无聊的四方墙，然后慢慢老去？幸好我有你在我身边，朕真心是非常非常喜欢你，也非常喜欢你的阿公，因为你的阿公非常有才华，我一直都好欣赏他。要不是那没有用的老公，他或许还会在这个世界上和我继续一起吃作对吧？干嘛？然后就怎么了？上官婉儿就告诉他，汤要凉了，我再去热一下。他还是没有再继续看着窗外，然后马上就拿，他想要换新的。不行，我还是要报仇，这是我难得的机会。一模一样那一碗又端回来。对，武则天又说着，你知道吗？你爷爷在年轻的时候，我也很年轻的时候，我去你家拜访你的爷爷，你的爷爷还跟我常常一次就对我们两个还写了词，他弹了琴，我替他谱了词，每次都讲得愉快。我也会看着他亲手写的词，然后就开始背着上官仪的词，开始一句一句背出来。我就好感动，爷爷的词全部都在武则天的脑海里。原来我的武则天这么珍惜我的爷爷啊！陛下，他就知道了有猫腻，他就站起来把那个药摔了。上官婉儿就觉得我做错事了，跪下说：“婉儿愿意接受陛下所有的责罚，她愿意跟着爷爷一起去死。”这样，朕说过了，朕喜欢你。所以他完全没有动到他，一样还对他非常的重用。那婉儿非常的感动在心里，甚至呢，武则天被逼退位，发动神农政变呢。这神农政变就是张柬之率领的非常多的大臣，再加上唐中宗李显叫武则天退位禅让，算内禅的意思，就是说武则天就再手上没有任何权力了。然后呢，张昌宗跟张易之两兄弟呢就被这些大臣给杀了，变成武则天需要给上官婉儿留一条后路，在他还有权力的时候，封上官婉儿为李显唐中宗的昭容。那人家说这所以意思是上官婉儿她也要被唐中宗给成为后宫吗？你觉得有可能吗？因为他老婆是韦后啊，当然不可能。所以武则天为了保障上官婉儿可以继续延续下去她的生命、她的路程，还有她的政治生涯，她封的也是一个女官职位而已，所以她一样也帮这个唐中宗执行尚书跟启诏这个职位。有一次呢，这个李多祚呢和李从俊他们那时候本来也想要当皇帝，所以他们也发动过一次政变。他们不是
次除了要杀韦后跟武后，他们甚至要杀了就是中宗李一贤，他就很紧张，因为李从俊那时候是太子。李从俊为什么是太子？这个在韦后的故事会讲到。那后来李从俊呢，他们本来已经杀进了这第一个最大的门了，到了这个玄武门的时候，中宗李一贤他就问上官婉儿说怎么办？上官婉儿就给了建议，就告诉他观太子之意，意思就是要先杀婉儿，才杀了你中宗皇帝，再去杀皇后。我的建议就是你现在人就到玄武门之上，关起他，等待援兵。只要你中宗站上去了，所有人就会知道皇帝是在的。导致太子李从俊跟这个李多作呢，到了玄武门的时候，本来应该可以一路声势浩大的杀进去，没想到皇帝站在上面，他身边的兵全部立马倒戈叛变，所以李从俊跟李多作就失败啦，被杀了。中宗那时候就非常非常信任上官婉儿和依靠他，把他当成是保命符啊。中宗非常非常信任上官婉儿之后啊，还替他的阿公平反。他的阿公上官仪后来还被重新平反，追赠为中书令。这个妈妈郑氏呢，还因为这样被封为沛国夫人。然后呢，妈妈还建议他要设这个学堂啊，就是想要把这个上官家的文学书香带给更多的人。那中宗居然还照办。那妈妈其实也很聪明，在他们开始做很多的政治斗争的时候，妈妈有看出这一点。那时候郑氏有跟上官婉儿说一句，他觉得我们迟早有一天会卷进去，所以你可不可以不要当这个官了？其实他妈妈也非常聪明，这是可怕的 DNA 了吧？对。但是那时候上官婉儿不以为意，所以才越陷越深。太年轻的关系吧？应该说政治历练非常的丰富，那权力在握，你怎么可能说这样会说不要就不要？不可能吧？也是哈。这太平公主心里就不是滋味啦，因为太平公主没有拿到皇位啊，所以呢，太平公主就一直想尽办法说，那你上官婉儿有任何事情你要跟我通报，你要偷偷告诉我。所以其实呢，韦后会死这个逆贼跑进来的原因，也就是因为上官婉儿通报了哈。上官婉儿呢，这就是完全站在太平公主这一国，因为她跟太平公主比较好。因为中宗的无能，所以韦后想要成为第二个武则天，甚至韦后的女儿安乐公主，她又想成为下一个皇太女。太平公主就更不乐意了，因为她本来就应该是真正的那个皇太女，毕竟真正有当皇帝人是武则天，她妈妈，她又跟上官婉儿这么好，所以上官婉儿就在里面开始替她权谋啊、操纵啊，所有的人风向都倒向太平公主。好，太平公主拥有了一小波势力起来了，可是韦后她也有啊，韦后呢就找了武则天的后代武三思、武啥了哈，这个故事哈，你在韦后故事可以听得到。然后呢，也跟他们做一些私通。安乐公主呢，也复制了这个太平公主的方式，也跟很多人私通，也想建立自己的。安乐公主居然也跑去跟上官婉儿说，那我可不可以跟你很好？你为什么只跟太平公主好？我也要啊。武则天就是已经退位了，现在是我爸才是皇帝啊，所以皇太女应该是我最有希望啊。太平公主已经过去了，这个呢就被史书上记载说，上官婉儿又倒向了安乐公主，跟她比较好。但是考古学家考古到了上官婉儿的墓志铭，原来上面是有写说，上官婉儿其实跟太平公主比较好，而且上官婉儿当时还被李隆基给杀掉了。为什么被杀掉？他本来都已经做的帮他铺好路了。唐中宗李显被韦后毒死之后，下一个人就是李旦，就是睿宗。李旦的儿子就是那个李隆基，然后李隆基呢，他就又为了想要这个皇帝的位置，跟太平公主合力打败韦后的。他有办法跟李隆基一起进去，也是上官婉儿通风报信的。原来上官婉儿不接受韦后跟安乐公主，就通风报信的给太平公主。老实说嘛，对婉儿最好是谁？还是武则天啊。太平公主有把自己的情人介绍给他，所以呢，他还是站在太平公主这边的。他甚至还3番5次的向李显阻止了安乐公主当皇太女。其实好几次李显都动心，都差点要立了啦。那要立你还是得透过上官婉儿，因为要起草诏书嘛，所以到最后又被上官婉儿给劝退了。好几次都是上官婉儿偷偷在从中阻止掉了。你看他厉不厉害？所以呢，他阻止了这一场可怕的政变。否则，如果安乐公主被立为了皇太女，这朝代又改了，又换了，就搞不好不是唐朝了，也不姓李了。到了太平公主和李隆基攻进来了，把韦后杀了，也把安乐公主给杀了。他们要把这个李唐世家夺回来了。李旦呢，这个睿宗是谁呢？他就是武则天的最后一个小儿子。李显呢，就是韦后的老公，他就是武则天的第3个儿子。李隆基跟太平公主一起发动政变成功之后，他们就进来，就拥戴了李旦。当时上官婉儿知道说，如果的这个李隆基跟太平公主进来的时候，他会不会被李隆基当成跟韦后一党的人所杀？上官婉儿非常聪明，在韦后和安乐公主在一起的那个时候，他就很早，那时候中宗李显还活着不是3番2次阻止了安乐公主成为皇太女的事情，他居然把这起草诏书偷偷留下来了。
哦，留下之后就是为了证据嘛，证据说我跟安乐公主和韦后是不同。但是李隆基虽然知道没错，今天我们有办法打败了韦后，也是上官婉儿，让唐中宗复辟也是因为上官婉儿，所以一切都是因为上官婉儿才有办法从妈妈的手里拿回李唐的天下，也是因为你的功劳没错。好，太平公主想说，那我就应该可以保下婉儿，婉儿呢，她就应该可以从武则天这个朝代再接到下一个朝代。没接成，为什么呢？因为被李隆基知道你上官婉儿就是太平公主的人，我没有办法留你，我只要留你我就死了。我现在就是在跟太平争皇帝位呀，没办法，那时候已经站队了。已经站好。我若帮了你了，我要是留下你，那太平有一天也还会可以利用你成为我的心腹大患。而且呢，他最大的敌人不是太平，就是上官婉儿。出谋划策的人。上官婉儿虽然提出了这些证据，没用，他就只好偷偷趁着太平公主的不注意，把上官婉儿杀了。因为如果先杀了你，我就赢了，你就是那个大 boss 大魔头啊。等到太平公主回来的时候，哭死了。而且呢，李隆基为了想要羞辱太平公主，上官婉儿还被随意的埋葬。太平公主回来的时候，好难过，好伤心，因为呢，能够扶持她成为下一个皇帝的，就只有她，力量最大就只有她了。而且她的后面力量也非常的庞大，难过的要死。把上官婉儿重新安葬，而且是厚葬，才发现了这个上官婉儿的墓志铭。那后来为什么会知道是太平公主所做的？因为上官婉儿的墓里拥有所有非常珍贵王侯相将的陪葬物，这些陪葬物呢，不应该是一个小小的女官可以拥有的，所以后人就认为这应该就是太平公主所给予的。但是因为没有了她，太平公主就失败了，失势了，就自杀了。上官婉儿这个女谋士呢，当然是引领潮流没有错啦，因为这么美、这么漂亮、这么年轻，却有办法游走在武则天、唐中宗、太平公主、韦后、安乐公主，又游走在李隆基，最后被李隆基给杀了。她算是因为太平公主的不注意的牺牲品，所以李隆基就继位了，开始延续了后面李唐的衰败。他杀是怎么杀啊？偷杀啊，就直接偷杀。杀女人怎么可以真正杀？人家那虞姬都得美美的杀，好不好？历史史书只有说，就是被李隆基在太平公主离开京城的时候，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决了。又不是那个韩信很看爆的。我告诉你，韩信也不好骗，那也是萧何帮吕后。总不能剪这一段放吧？想知道更多的，请接着看下一集。